青铜长尺飞出，径直斩向太极图之前。那只握着青铜尺的大手似是自虚无之中凝出，而后便是手腕、手臂、肩头。乾坤尺自上而下滑落，前方出现一道乾坤裂缝，堪堪干扰了一下准提圣人散出的道运。李长寿身形完全现出，自然是伪装之后的青年面容。他一步冲到太极图之后，右掌拍在太极图正中，在心底用自己最大的勇气、最大的意志奋声呼喊：老师救命啊！乾坤均衡破。李长寿的均衡道运汇入太极图，太极图骤然绽放出黑白亮光。高塔中的老道双手宛若摁空，掌心再无着力之感，身体微微一颤。芥子乾坤各处全面崩碎，上方修罗族的废墟大城剧烈震颤，数万里内的血海掀起滔天波浪。一张巨大的太极图虚影笼罩了数千里，又立刻消散。那座1000丈高的轮回宝塔剧烈震颤，其上亮光凝聚，万灵之象几乎崩溃。凌霄宝殿中，正批改奏表的白衣玉帝豁然起身，双目金光流转，低头看向九幽深处，看到了一座宝塔倒悬于天地边缘。灵山深处，金莲池旁，一位穿着宽松道袍的清瘦老者缓缓叹了一口气，并未多说。九天深处，那清净简单的太清观中，老道嘴角扯出了少许微笑。昆仑山玉虚宫附近的那一座小院内，躺在摇椅上的中年道者露出安然的笑意。混沌海，两道互相追逐的流光突然停下了一道，化作了一名青年道者。这青年道者皱眉看向洪荒的方向，又看向了前方已经消失无踪的流光，嘴角微微抽搐。天道没事，震什么震？这次说不定真的能追上。若让贫道知道谁在搞事，一剑平了他。伴着几声骂骂咧咧，这青年道者甩起飘逸的发带，身形消失不见。再看那震动之源，洪荒五部洲天地最底部，血海之外，废城之下。高塔之中的老道面容冷峻，自身已经被重重灰雾包裹，一双仿佛看尽了世间沧桑的双眸盯着太极图后的那名青年道者。随着芥子乾坤的破碎，此地阵法自行消散，前后总共160余位来自西方教的高手正齐齐盯着居于中央位置的李长寿。李长寿面前，太极图缓缓旋转，现出一正一反转动的两道虚影，护在李长寿胸前背后。玄黄塔的印记出现在李长寿眉心，一层层玄黄气息垂落。李长寿突然吸了一口凉气，抬手摸了摸下巴，嘀咕着：哎，老师让我学一学用太极图在天地间挪移，怎么一眨眼就到这儿了呢？哎呦，这里莫非是灵山？哎呦，哦，各位继续啊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就单纯的路过，我这就走了。李长寿动作很自然的用乾坤尺在面前划开一道乾坤裂缝，口中说着：啊，打扰之处还望海涵啊！你真是奇了怪了，怎么就来灵山了呢？言罢，李长寿就要一步迈入乾坤裂缝之中，但是他刚抬脚，那乾坤裂缝瞬间闭合。水神！高塔附近，一名满头银白长发、身着破烂长袍的老道指着李长寿咬牙怒骂：你还想走？周遭大群高手立刻就要向前冲，李长寿的身周至宝威压爆发，却让这群高手齐齐打了个激灵。先天至宝太极图啊！各位道友，神通无眼，灵有眼，法宝无情，我有情。贫道只不过是路过此地，若是撞坏了你们的大阵，贫道愿意赔一部分灵石，何必非要动手呢？这一群西方教高手顿时大怒，躲在暗处的文静道人此刻嘴角是一阵轻颤，目中满是笑意，却也不敢笑出声来。
李长寿扭头环顾四周，眼前一亮，看到了人群最后的地藏与谛听。哎呦，地藏道友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呐！啊，道友当真是好本领啊，竟是神不知鬼不觉就摸到此处。哎呀，这还是要多亏了道兄提醒啊！水神莫要搞这般龌龊手段，哼！贫道未能发现你，让你混入此地，与其他各位师兄师弟都有一份责任。各位同门，咱们何不一同联手布阵，将他困在此地，交由2位老师发落。李长寿笑意收敛，表情变得满是肃穆。道兄反应当真迅速，不愧是我最欣赏的西方教弟子。你，地藏皱眉低喝，但话语未说完，就直接被李长寿打断。今日我确实是误打误撞到了此地，似乎冥冥之中有所感应。李长寿扭头看向那一座高塔，叹道：唉，不曾想你们西方教竟做此等恶事。轮回大道，天道之力，香火神国，你们莫非是要将那无数被你们控制了心神的生灵，用轮回之法永世禁锢，做你们提取功德的法器吗？诸位当真不觉亏心吗？一位老道淡然道：凡为西方部众，尽慈悲仁爱，立此轮回塔，不过是为行善积德、心善仁义之生灵能安稳轮回，得其福报。李长寿面露不解，一字一句朗声道：慈悲仁爱由谁来定？心善仁义由谁来评？天地间已有6道轮回，天道至公无私，功德业障分明。按道友你话中语义，分明就是藐视天道，无视天道秩序，意图以轮回之事谋天地大运。怎么，各位都是西方教民宿，莫非觉得天道偏袒天庭，想要借此动摇天道根基吗？够了！满是威严却又古井无波的嗓音自高塔处缓缓飘来。高塔周遭凭空出现了一团团云雾，转眼将此塔完全包裹。血海底部出现道道金光，圣人威严震天摄地。血海之中众生灵齐齐晋升，幽冥界内无数的魂魄莫名站立。圣人现出了法相，李长寿的心底松了一口气，自己今日已算是功成了。人教弟子李长庚，那云雾凝成的圣人法相开口：你蓄意破坏我西方机缘，巧舌如簧，妄图逃脱罪责。往次念你为天庭效力，贫道已命众弟子对你百般忍让，而今日眼见你却不知天高地厚，根本没把贫道放在眼中，当治你不尊圣人之罪。既如此，贫道代太清师兄对你施些教训，押你入灵山之下1000年。言罢，那法相缓缓举起左手，就要对着李长寿当面砸来。李长寿头顶凝出了太极图的虚影，这虚影还未转时，李长寿已是大喊一声：且慢！他话音还未落，身旁突然就多了一团云雾，一只筋斗自李长寿身前悬浮，云雾凝成身着白衣的仙子，俏脸微寒，注视着圣人法相。截教云霄。李长寿的心底无奈一笑，刚要说的话语被他的登场给打断了，却只能抬手拉一下云霄长裙袖口，让他莫要冲动。李长寿袖中又传出了一声轻疑，就见其内流光闪烁，钻出了一名身着战甲、蓄着美髯、手提金木鞭的鹦鹉大爷。24颗宝珠出现在几人的身周，散出湛蓝光亮。周遭半数西方教弟子竟然下意识地齐齐退了半步。截教赵公明。赵大爷悠然道：长庚啊，你不是说带为兄去个好地方喝酒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不是圣人老爷西方教的二师叔吗？言说之中，赵公明拱拱手喊道：
哈哈，师叔有理，师叔有理。大师兄啊，快出来拜见圣人师叔啦！李长寿的袖中传出了几声大笑，又见流光闪耀，多宝道人、黄龙真人齐齐飞出，对着圣人法像做道揖行礼。不同的是，多宝道人直接站在李长寿身前，黄龙真人站在李长寿身后，而多宝道人手中还拿着一枚运着圣人道运的玉符。又见李长寿袖口金光闪耀，金灵圣母左手端着一只玉如意，右手握着一把细长宝剑，此刻却仅是冷哼一声，行礼都懒得行礼。五色神光轻轻闪耀，孔宣站在多宝道人身侧，对着准提做了一个浅浅的道揖，目中跃跃欲试，口中淡然。奉祖，孔宣。奥义顿显。此刻圣人法相抬起的左手缓缓收了下去，让此地的氛围顿时更显尴尬。而这一幕刚好被最后飞出李长寿袖中的两道身影捕捉。玉鼎真人站在李长寿的身侧，刚要对着准提道人做一个道揖，那立足未稳的太乙真人抬手做道揖的过程之中，嘴巴已经是不受控制的溜出了一句：就这啊！瞬间方圆万里一片沉寂，那圣人法相都有膨胀的趋势了。一声就这，风云变色，圣人的威压停滞了一瞬，圣人法相旋即显露出些许怒色。玉鼎、黄龙皱眉苦笑，多宝、公明双目凝神，云霄仙子有些担忧地看脸李长寿，金陵、孔宣差点就笑出了声儿。再看这些周遭的西方教门人弟子，一个个怒发冲冠，双目瞪圆，有大罗咬牙切齿，有金仙怒向胆生。圣人亲传尽皆是恼怒，恨不得此刻就立即动手，直接打杀了这个被众多至宝护在后面的红袍男仙。此时太乙真人已经发现自己的这两个字杀伤力有点大了，虽然确实是自己口直心快喊出来的，但是对于圣人而言实在是太刺耳了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这两个字直接给了准提发飙的机会呀。此前李长寿现身，一整套说辞其实大有讲究，一人带起了全场的节奏，几顶大帽子砸上去，逼准提现身兑现。无论是什么算计，哪个圣人最先下场，就已经是输了大半。准提本是想用圣人尊位横压李长寿，将李长寿镇压在灵山下1000年，这般处置也是暗藏讥讽，既给自己留了后路，又给太清观和灵山之间留下了足够的压力缓冲。只要后续时太清圣人一开口，只要太清圣人一现身，准提自会将李长寿囫囵的交还回去，还会主动的赔礼。但借此事，准提就可以让人教无法阻碍他们西方教见第二轮回。李长寿善穷举之法，自然早就推算到了这种可能性，所以才请来了8位高手，多样重宝助阵。本来都想好了，真打起来了，就将玄黄塔和乾坤尺暂时借给自家准大师嫂孔宣，让孔宣仗着五色神光、太极图侧旁协助以及各路高手的助阵，大概率是能够跟准提圣人斗个有来有往。只要逼准提无法出手，或者是准提出手之后一时竟无法拿下他们9名小辈，那今日就是准提输了。换而言之，也就是西方教输了。他们完全占据主动，可逼西方教毁掉此轮回宝塔，最起码能在不爆发大战的前提下，让西方的香火神国第二轮回体系无法尽全功。一切原本都被李长寿带上了正轨，他甚至不惜装疯卖傻，在云霄仙子面前不顾面皮，用故意拙劣的演技仗着防御至宝去拉西方教的仇恨值。没想到太乙真人最后登场，2个字就将是否合理发飙的主动权交给了准提圣人。事情都有正反两面，虽然节奏被太乙真人给打乱了，但对方的仇恨值明显已经转移到了太乙真人身上。儒雅随和真太乙，口直心快分火力。
李长寿叹了一口气，抢在对方发难前，对着太乙真人做了一个道揖：“师兄恕罪，师兄恕罪。我此前用太极图在天地间挪移，不知怎么就撞到了此地，这环境是差了点稍后咱们呢去找一个好景好山，喝上一杯。”此时面色苍白且正自强撑着的太乙真人闻言，对李长寿投来感激的目光，忙道：“嘿嘿，对，就这破地方能喝酒，这么乌烟瘴，哎呦！”啪的一下，一只大手从后袭来，以雷霆之势拍在太乙真人的嘴上，却是玉鼎真人及时出手，将太乙真人的嘴用仙力直接给封了。玉鼎真人道：“家师原是天尊。”侧旁黄龙真人机警地看向各处，生怕有西方教之人忍不住出手，从而掀起大战。李长寿当真是不敢再给太乙接话的机会了，这个时候只能故意卖一个破绽，在自己身上挖一个坑，将话题引回轮回塔之事上。如果不是知道太乙真人本来就这样，李长寿当真会怀疑太乙是不是买了，这破团就硬开呀。周遭西方教众弟子已经是缓过神来，各自掏出法宝，备好仙力，以做好全力一战的准备。李长寿不慌不忙，继续朗声道：“师叔，您刚才说要将弟子压在灵山，又说弟子不尊圣人，不知师叔可有凭证？”“大胆！”有一位靠近圣人脚边的老道怒斥：“你此时尚在与我家老师顶嘴，还敢说自己尊圣？”这位道兄说话就有些不讲道理了，我只是与师叔摆事实讲道理。或许是西方教规矩大，弟子见到老师不敢说半个不是，要时时刻刻揣摩圣人老师之意我们人教呢就自然随性一些。我家老师第一次召我去太清观中，我与老师就相隔不过3尺而坐，老师与我讲道理话家常，说一些上古趣闻，体验十分良好。各位可是说我不尊圣人，我在此立大道誓言，我对老师但凡有一丝丝不敬，一丝丝不尊，就遭紫霄神雷之刑。